众所周知，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就拉拢盟友们对俄罗斯进行疯狂的打压，而原本以为随着美俄外长会晤，美国对俄释放友好信号，取消对北溪2号项目的制裁，近期紧张的局势能够得以缓解。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才刚过1天的时间，美国就出尔反尔，又再一次对俄出招，让两国的对抗进一步升级。据俄罗斯新闻网站报道称，5月19号，美俄外长还在举行会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豁免对北溪2号运营公司和相关人员的制裁。对此，俄外长还高兴地表示，准备与西方交朋友，前提是俄罗斯要获得尊严，并被平等的对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外长刚表态没多久，美国就有宣布将对3个俄罗斯实体、13艘俄罗斯船只发起制裁，而且这些制裁对象都是与北溪2号密切相关的重要目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方面并没有被制裁。很显然，美国这次就是冲着俄罗斯来的，针对意味极其明显。对此，俄罗斯肯定是不能忍，于是选择了炮轰叙利亚亲美武装，来表示对美国的强烈警告。据俄新闻社发布的消息称，近日一艘位于地中海的俄罗斯军舰对叙利亚亲美武装发射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且成功地对基地目标实施了轰炸。据报道称，这是该导弹首次实战应用，也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战斗。由此可见，俄罗斯对美国的忍耐几乎已经达到了极限。美国方面也是很快对俄罗斯的举动做出了回应。据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有3艘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正驶入地中海，途经直布罗陀海峡，并且还一直向东移动。俄罗斯认为美国海军很有可能是往叙利亚驶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3艘军舰上还载有数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我们都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美军5大独立军种中一支两栖突击作战部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全球各地危机发生地执行作战任务。美国准备将这支队伍派往叙利亚，很有可能是想对俄罗斯实施报复打击。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拜登仍然还是不改战争狂人的本性，只要有利可图，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制造混乱的起点。但是俄罗斯也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总之，从美俄目前的架势来看，新一轮的多事之秋或许已经正在加速到来的路上了。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份来自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十分耸人听闻，因为这中间有一份美军对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发动核袭的计划。虽然这份文件显示的是来自1966年，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份废弃的文件，但是披露这份文件的还是美国的前军事分析师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披露出来的时间以及内容又十分巧合，正好在美军加紧压迫中国、对台岛虎视眈眈的时候，这中间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先说这份文件，其中披露出来的意图还是比较令人心惊的。当时美空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劳伦斯·库特就向美国国会要求核武器授权，因为他认为没有核武器，美军协防台岛离岛的计划就完不成。文件中还有不少当时美国官员争论的话，一方面是害怕苏联对美国实行核报复，另一方面则不希望中国大陆统一。最近，美国不仅又开始搅和4国机构的事，还对韩国再次伸出了邀请的手。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美军却突然披露这样一份机密文件，很有可能是美军是主动披露出来的，为的就是告诉国际社会，主要是告诉中国，美国不介意动用一切手段来阻止中国统一，包括核武器。不过，就像是联合报所说，美国当年都绝对不动用核武，就没办法胜过中国解放军。如今怎么就认为自己动用核武就能胜过中国解放军了呢？毕竟如今的中国虽然3位一体核设施中的战略轰炸机还没正式露面，但是其他2位也都不是吃素的呀。而且相比如今中国的实力，当年的中国实力比美国确实多有不如。毕竟1964年中国第1颗原子弹才在新疆罗布泊爆炸，1966年中国自制歼七飞机的0002号机才首飞试飞成功。如今中国核武在手，歼20在手，航母在手，虽然总体军事实力比之美军依然有所不如，但是却同样是美军不敢轻易开战的。如今才放出这样的报告，是想要吓唬谁呢？美军要真敢，那么中国自然也会直接开火，毕竟说的好像谁没有似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最终虽然是废了，但却从侧面证明美军很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所以如今2021年，美军为什么理所当然的插手中国内政，还不就是没有统一吗？所以解放军势必要加快这个速度。最后，如今台国办措辞已经十分严厉，美国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才会一再施展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操作。所以不仅是岛内的时间不多，对于美国来说，能够继续插手的时间也不多了。
韩国总统文在寅于近日在美国与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合作以及韩美同盟等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并在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在这份联合声明中竟然提到了南海和台海，声称美韩承诺维护和平稳定、合法的自由贸易，尊重国际法，包括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强调维护台海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并不是美国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就台海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韩国这次也提到了台海问题，对于外界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直以来，韩国在台海问题上都是比较谨慎的，如今却在与美国的联合声明中插手台海问题。分析认为，或许与此前美军秘密驻台事件有关。前不久，台海地区的一名士兵在网络上抱怨伙食待遇，连午休都没有，明明付一样的钱，为什么美方可以喝瓶装的牛奶，我们却要喝胖的奶粉？一句无心的抱怨，却向外界暴露了美军已经入驻台的机密。随后有匿名人士证实，美陆军安全部队的援助旅官兵此前进驻台新竹湖口陆军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考察台陆军联合兵种营下基地测考情况，声称这是美军首次实地参与练兵营运作。截止到目前为止，对岸都未对此事进行回应，不清楚神秘的美军士兵出于什么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该起事件刚过不久，美韩两国就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海，说是巧合，想必没有人会相信。上述也说过，韩国向来对台海问题非常谨慎，现在意外插手台海事务，就算其中可能不是韩国的初衷，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是顶不住美国的压力。韩国哪怕是再想保持中立，可一旦被美国盯上，也就很难逃出该国的魔爪了。因此，我国并不能对韩国抱有太大的期望，同时更不能对美国抱有期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秘密驻台早已经就向我国发出了威胁和警告了。或许就如近日中国智库发布的两岸关系风险指数那样，两岸之间的风险值已达历史最高值，甚至超过了1950年代。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台当局不识时务的搞台分裂。台当局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局势出现了非常不好的变化。美国正在一步步试探中国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心态必须产生变化，认清现实，向外界释放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信息。必要的时候，可来一击重击，打醒敌人。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本月的26号，美军一架侦察机发现俄军一艘侦察船正在夏威夷西岸航行。对于这一行动，美军公开回应表示，其目标很可能是侦察夏威夷岛上美军的导弹试验设施。但俄军的卡累利亚号侦察船一直在夏威夷考爱岛附近13海里左右的海域航行，也就是说，俄军舰抵近夏威夷这一行为是合法的。不知目前因为自由航行这一国际惯例，从而拿俄军侦察船没有办法的美军的心情如何？毕竟用美国人的话说，只要不进入他国的海域就不算违法。靠着这个铁律，美军恶心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俄罗斯也靠着这个铁律，让俄侦察船远航，悄然逼近夏威夷，还逼得美军说出这是合法的一番话。不得不说，美军的回应又让俄罗斯人给中国上了一课。据了解，卡累利亚号侦察船于1986年开始服役，隶属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大约在2000年左右，该船因事故封存了。而在2014年，俄罗斯海军对卡累利亚号侦察船进行了3年的维护和升级，随后重返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卡累利亚号侦察船在2020年底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举动。该船当时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海岸线附近航行，但航行没多久，就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警告并驱离该船。前后如此之大的转变，可以说让人相当瞠目结舌。对此，有分析认为，美军1年的时间里，转变之所以会如此之大，主要还是为了围堵中国，而拜登已无牌可打，只能缓解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当下，拜登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是美国人的传统异能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着实是不知道如何对待中国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一场疫情，美国及其盟友实行去中国化战略后，以往东南亚多国的订单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的工厂中。中国完整的工业闭环，使得华盛顿的精英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分化中俄关系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执行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言，美俄要想彻底放下芥蒂，并不是短短10几年就能实现的。